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，让我们看清了一个事实真相：老习用人啊，还是信任自己的小圈子。未来中国10年的中央委员会，还是蔡奇给负责把关。按说中共不是有组织部长吗？不行，现在的组织部长石泰峰啊，还没有获得老习的充分信任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美西时间的7月7号。昨天啊，《华尔街日报》发了一个独家文章，主要内容啊，值得咱好好分析一下。未来中国的国运呢，你很大的情况可能啊，会受到蔡奇的影响。咱们必须清楚啊，中共所谓的党中央，名义上它就指的中央委员会，那200来人，再加上呢200多人的这个候补委员，合计啊在500人左右，这个是没有定员的。既然说是党中央，他们通常啊并不是在北京上班的，这里面包括什么人呢？首先，你中央委员会里边啊，各省的省长、省委书记、市长、市委书记，重要行业的董事长、总裁，重要的这个区域，这些啊，它都是在中央委员会。那这个庞大的组织啊，是影响中国的国运的。那你说这500多人里，真正掌握实权的有多少？可以说人人他都掌握实权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摊子，它就像一个毛细血管一样，笼罩在中国所有的区域和行业。咱们首先说吧，这里边你要说能够影响国运的，可能就是那20几个人的政治局，你政治局再形成7个人或9个人的常委会。现在老习主要管的，他就是这政治局的人，因为人太多了以后，以他现在的年纪和精力是顾不过来的。在这儿我们必须说一下，老习上一次他选人啊，实际上有重大失误的，大家都看到了。你看上一任的中央委员会可能有1/6的人都进去了，但这些人谁选的呢？不就是老习自己吹嘘，他每一个人都经过了谈话。这个玩意儿啊，他就太看高了自己的看人能力了。你想一下，组织部提上来的数据，每个人都是 OK 的，都是能够胜任的，那组织部已经完成了考核了。但老习啊，他要相信自己的眼光，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1对1的洗脑。但这个时候啊，就出现一个问题，在官场浸淫了半辈子那些40、50岁，甚至说50、60岁的老家伙们，那已经是老党棍了。他难道不清楚在老习谈话的时候应该怎么听、怎么表达、怎么表忠心吗？这些人啊，一辈子他就是干这个的。所以老习认为，很满意，这些人就是我想要的人。但结果呢？该贪就是贪，该卖官就是卖官，该结党营私他就是结党营私。所以说这次老习啊，可能觉得算了吧，咱换换主意吧。你要让我谈这500多人呢，精力上他也顾不过来了。所以说，《华尔街日报》提出的观点就是，老习在为明年的第4个任期，也就是下一个10年啊，做组织的准备。他把这个蔡奇兼任了一个新的职务，叫中央党校校长。中央党校校长呢，我个人判断可能仅仅是一个过渡吧，因为未来可能就会2种方式，一个呢找到其他合适的人接任，这等于是兼一下；另外一种干脆也不管年龄退休限制了，也不用考虑7上8下了，蔡奇你接着干吧，再干5年，这种可能性你也不能够排除啊。这个就看老习一句话了，因为大家都清楚，过去这10几年党内的一些规矩传统，他几乎并不遵守，他的喜好就是规矩言出法随了，已经随意到这个程度了所以说呢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，那蔡奇他本人愿不愿意干呢？可以说100%他愿意干。很简单在7老8十的时候，他深深的清楚，跟着老习也干了很多的脏事儿，他难道不会怕被清算吗？所以说你只要是待在权力的中枢，
手里还掌握着权力，你就不会翻盘，而且时间啊对他们有利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呢党羽是越来越多，基本盘也越来越多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呢还不还有个儿子吗？至于说有没有私生子，咱另说了啊。他那儿子慢慢副司长，慢慢再提，也可能提到副部，甚至更高。时间啊，实际上是对蔡奇有利的，他愿意继续待在这儿掌权。而且更重要的一点，底下的人如果都是他筛过一遍，都不至于被他给这个拿捏嘛。只有他拿捏别人。咱们假设啊，他发现了某一个中央委员有一些糗事儿，比如说什么私生子问题啊、贪腐问题啊、各种这个其他的问题啊，这些材料他可以直接扣下来，这样就变成控制地方官员的一个筹码。你要是不听话，我就把这事给你抖搂出去。你看看这个岗位啊，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肥缺。那现在又回到这个老习的角色，既然说自己的身体精力啊不行了，原来选人出现了问题，那这活谁干啊？现在的组织部长按说是做组织的考察、筛选、谈话工作的，但目前这个角色有个叫石泰峰的，他和那个李干杰对调，他就认为这些人啊并不是自己人。你要说忠诚嘛，那得打一个问号，不如自己身边这些老家奴们，你可以把他理为老哥们儿。接下来啊，我们判断老蔡啊，他可能会步这个栗战书的后尘，就是退而不休。就是老习在进入官场有耿彪的秘书调任地方正定县委书记的时候，他旁边有一个无极县县委书记是栗战书，俩人啊属于是同时起步的，所以说这个信任是贯穿了一辈子。大家结果也看到了，当他成为总书记的时候，就把栗战书由这个贵州啊提到中央，担任中办主任，是掌握中枢和中央警卫局的。那再接下来呢，很好啊，既然说你够用，你仍然是我的老哥们儿，我就给你权利，让你进入政治局常委，就是那7个人之一。接下来呢，给你全国人大委员长，是名义上的议会主席，这权力啊也是熏天的。虽然说全国人大在中国是一个橡皮图章，但关键啊，你看谁来干。如果说让习的亲信去干，这人大的权力啊，他就会提升。后来即使是说这个退休了以后，他并没有搬出中南海，因为啊，老习随时要找周围的亲信商量一些重要的人选，这个人怎么样，听听你的意见。所以说啊，栗战书的退而不休，对于栗战书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啊。自己的女儿、女婿、生意继续受到这个庇护，自己呢继续掌握这种隐形的权利。所以说老蔡是非常关注这个安排的，也乐意接受这个权利。对于干了一辈子官员的来说，失去权利啊，就等于失去自己的第二生命了。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，你就要考虑，如果说老习这种历史倒车继续开下去，没有人能够阻挡，结果他听到的都是对他有利的消息，而这些周围的人呢，会跟他一起继续获取巨额的社会财富。好吧，咱们说第二件事儿，就是